最近的投资市场可以说是充满了矛盾与迷雾。一边是股神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传出清仓了持有长达17年的比亚迪股票，这让许多人惊呼，连股神都跑了，是不是一场巨大的股灾要来了？但另一边，美联储却正式开启了降息周期，市场上充斥着资金即将泛滥的预期。按照传统智慧，降息不是应该开启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吗？一边是撤退的号角，一边是冲锋的鼓声，这两个看似完全矛盾的信号同时出现在我们面前，让无数投资者感到困惑焦虑，到底该相信哪一个？我们手中的股票是该卖还是该买？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市场逻辑？就算你没有这样的疑问，那么今天这条影片也会告诉你下一个投资风口在哪里。我会带你一步步拆解这些矛盾信号，看清市场的真相，你绝对不能错过。请记得先为这部影片点个赞，并且收藏，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将会颠覆你对当前市场的许多既有看法。在我过去30多年的投资生涯里，我见过太多次类似的场景。市场永远是复杂的，它从来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简单选择题。不是说巴菲特卖出就代表世界末日，也不是说美联储降息就意味着遍地黄金。真正的投资智慧在于看懂这些矛盾信号背后的深层逻辑，理解不同市场参与者的动机，并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那些只会跟着新闻标题做决策的人，往往会成为市场的牺牲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韭菜。好，我们先来解构第一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信号，股神巴菲特为什么要卖掉比亚迪？这是让他赚取了超过30倍回报的传奇股票。很多人只看到了卖出这个动作，然后就自己吓自己，但他们没有深入去思考背后可能的原因。根据我的分析以及市场资讯，我认为伯克希尔的决策是基于一个非常理性的多维度考量，至少包含以下几点。第一是理性的获利了结与资本重新配置。任何一笔成功的投资最终都需要透过卖出来实现利润。在持有比亚迪长达17年获得了如此丰厚的回报之后，选择分批卖出锁定收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价值投资操作。巴菲特在2023年就曾公开表示，鉴于全球经济存在的不确定性，他宁可将资本转移到他认为更具确定性的机会上，以降低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这与他几乎在同一时期以地缘政治风险为由卖出台积电持股的逻辑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在优秀的企业与宏观的风险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第二是对市场竞争格局与利润压力的担忧。过去几年，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已经从一片蓝海变成了一片血海，以特斯拉为首的价格战迫使包括比亚迪在内的所有车企都不得不降价应战，这直接压缩了整个行业的盈利空间。数据显示，比亚迪在2023年首次出现了季度利润的同比下滑，其在中国本土的销量也一度面临挑战。这些迹象都表明，电动车行业那种爆炸性增长的黄金时期可能已经过去，未来将进入一个更加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亚迪最近透露，在未来的几年内，有大量的中国车企会消失。在这产能过剩、车企被淘汰的阶段，整个行业的股价都会波动。对于一向偏好具有稳定盈利能力和宽阔护城河产业的巴菲特来说，对这种高增长但同时高竞争的领域保持谨慎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三是对估值与产业周期的判断。经过前几年的高速发展，整个电动车产业链的股价在2021到2022年期间已经经历了一轮巨大的飙升，可以说已经充分反映了市场最乐观的预期。伯克希尔选择在估值相对饱满的时候分批退出，这本身就是价值投资低买高卖原则的体现。第四，一个常被忽略但可能很重要的因素，投资倡议者的离去。我们都知道，当年对比亚迪的这笔投资主要是由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以及知名的华人投资家李路大力推荐的。
芒格先生本人对比亚迪的创办人王传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为爱迪生和韦尔奇的结合体。然而，随着芒格先生在2023年底与世长辞，伯克希尔内部最强而有力的比亚迪支持者不在了，巴菲特也已经把日常投资决策交给了下一代的管理层，这或多或少会对公司未来的持股策略产生影响。所以你看，巴菲特的卖出决策是一个综合了宏观风险、行业竞争、估值水平和内部因素的复杂考量，而不是简单的看空中国或看空电动车。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会轻易的被股神清仓这样的新闻标题吓倒。巴菲特的案例恰好带出了一个我一直想和大家深入探讨的课题：投资中的个人偏见。在过去几年，只要一提到中概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垃圾，不能碰，避之不及。这种强烈的偏见让他们错失了许多潜在的机会。但我们不妨退后一步，看看事实是什么。强如巴菲特他自己最传奇的投资之一，就来自于中概股比亚迪。被誉为投资奇才的软银创办人孙正义，他一生中最成功的投资就是早期对阿里巴巴的押注，而另一家投资界的传奇，南非的 Naspers 公司，更是靠着早期投资腾讯，实现了公司价值的数百倍增长，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这些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戴着有色眼镜去评判一个市场或一类资产，因为偏见而错失机会是极不值得的。作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我们应该用客观的数据和深入的研究去代替主观的情绪和偏见。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大家盲目的去投资，恰恰相反，正因为市场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才更需要做充足的功课，而不是简单的给市场贴上好或坏的标签。投资最忌讳的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讲完了巴菲特，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看似矛盾的信号：美联储降息。我在过去的影片中反复强调过一个观点：降息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如果经济基本面健康，只是为了预防未来的衰退而提前降息，这就像给健康的人吃维他命，能够让经济更有活力，我们称之为预防性降息或软着陆。但如果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美联储被迫降息来救市，这就像给重症病人打急救药，虽然能续命，但预后如何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就是衰退式降息或硬着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关键点：降息的效果往往都被市场高估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市场非常聪明，它会抢先跑。当所有人都预期要降息的时候，这个好消息的价值早就已经反映在股价上了。等到公布降息的那天，反而是利好出尽，成了大户出货的好时机。这就像台风前的菜价，只是可能有台风的消息一出，市场先把风险算进去，菜价提前上调。等到台风真的来了，你反而不会再看到新的惊喜或更大的变化，因为该反应的早就反应了。第二点，降息不是万能药，它治不了根本性的病。如果一个股市的下跌是因为经济的基本面坏了，是地缘政治出了问题，或者是整个行业的生态变了，那降息就像给一个得了肺炎的病人吃感冒药一样，根本没用。那么这次降息到底是维他命还是急救药？基于我的分析，我认为这次降息更像是预防性的维他命。美国经济基本面还算健康，美联储主要是担心通胀下降过快和就业市场放缓，提前降息来刺激经济。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后续经济数据恶化，或者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这个维他命很可能会变成急救药。所以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会保持谨慎乐观的心态来面对降息。对于估值已经很高的美股，效用可能有限，然而对于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处于估值洼地的港股来说，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再加上现在港股的资金结构已经改变，过去主要是国际资金说了算，他们对利率非常敏感，但现在从中国来的资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水，对港股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钱的投资逻辑和风险偏好和过往外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美联储降息这个大环境下，港股到底有哪些行业板块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机会呢？我把这些可能受益的行业分成了两大类。第一类，对利率最敏感的行业，
首先是香港 REITs， 这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利率敏感资产。想象一下，当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可能只有1%的时候，如果有一类资产能稳定的给你提供4%到6%的股息回报，你会选哪个？答案很明显，REITs 的吸引力会被直接凸显出来。这些信托基金，他们自己也需要借钱来维持运营和扩张，利率下降意味着他们的借贷成本直接降低了，这省下来的钱很大部分就可以变成股息分给我们股东。从资产估值的角度看，利率下降意味着我们用来计算物业价值的那个折现率变低了，这会直接提升 REITs 手里那些物业的估值，从而推高它的净资产价值。当然，我也要提醒大家，不是闭着眼睛随便买一个 REITs 就行。香港的 REITs 市场很成熟，有做商场的，有做写字楼的，也有做物流和酒店的，你要根据香港经济复苏的具体情况来选。其次是地产股，讲到香港的地产股，其实就像一把双面刃，利率下降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好消息，但同时也藏着风险。好的一面是地产公司大多是高负债运营，利息一降下来，财务压力马上就轻了很多，再加上低利率会推高物业估值，自然能带动股价上升。以前因为借债陷入财困，股价跌了很多的股票，股价反弹的潜力也会较强。但坏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地产股最终还是看房子卖得好不好。假如香港本身的房市因为人口变化、经济转型而走弱，那光靠降息也很难扭转大的趋势。然后是高股息股票，在利率下降的环境里，高股息股票的价值会被放大。什么样的公司才算是真正好的高股息股票？我们来看3个标准：第一，要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第二，商业模式要成熟，不是那种还在烧钱讲故事的公司；第三，要有持续派发股息的能力和意愿；最后，股价还是要相对低，这样才能有较高的股息率。但我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只看股息率高不高，有些公司的高股息是不可持续的，可能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它派息的可持续性，这比单纯的股息数字重要得多。最后是券商股，很多人可能会想不通，券商股怎么会是降息的受益者？降息不是会压缩金融机构的利润吗？这个想法用在传统银行身上是对的，但用在券商身上就不一样了。因为券商的主要收入是来自我们买卖股票的手续费、佣金、帮助公司上市的投行业务以及资产管理等等。降息对券商股有几个非常直接的好处。首先，降息会刺激股市的交易，当大家觉得钱存在银行没意思的时候，自然就会把钱拿出来投资，股市的交易量通常会放大，这直接增加了券商的佣金收入。其次，在一个资金成本便宜的环境里，企业也更愿意去融资去做并购，这就给券商的投行业务带来了大量的生意。第二类受益于美元走弱的行业，首先是科技股，港股里的中国科技龙头大部分收入都是人民币计算的，当美元走弱，同样一笔人民币收入换成美元就变多了，这等于市场在帮这些公司重新定价。然后是新能源行业，中国的新能源企业无论是光伏、风电还是电动车，在全球市场的份额都在不断提升。中国在这些行业已经避免了美国市场，所以关税战对他们影响有限，而且在欧洲、中东和东南亚市场卖得很火，但这个行业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技术迭代很快，所以我们更要关注那些运营能力强、成本控制的好的公司。让我分享一个实战案例，让大家看看我是如何在类似环境中做投资决策的。时间回到2024年9月左右，当时候我们根据公开的市场数据和我们团队深度研究分析，基本上可以预计到9月中那次的议息会议有很大概率会降息。结果在9月份，美联储真的公布降息2码。在影片前半段，我也和大家说了，降息前市场上的聪明钱是会偷跑的，所以当然我当时候也偷跑了。早在8月底，我就已经在 GMT 提前告诉同学，机会来了。当时我说的是小米这只股票，那时候股价只有17块多。市场上几乎没有人看好它，有人说手机市场没增长性，有人说电动车只会烧钱。但如果你用生意人的眼光去看，就会发现，第一，小米的手机和 IoT 业务是现金流，几亿用户持续带来稳定现金流，是公司的基本盘。第二，电动车不是孤立业务，而是人车加一体化生态的一环。
手机、IoT、汽车相互联动，形成交叉效应，这才是小米长期的护城河。第三，在降息的环境下，有现金流又有新故事的公司最容易被市场重新定价。小米的估值就在这个过程里迎来新的转折。结果到了2025年初，短短几个月，小米的股价翻了2倍多。更重要的不是它涨了多少，而是这个案例提醒我们，投资不能靠追新闻拿号码，要把投资当作一门生意来看。我把企业基本面和大环境结合起来去做多维度的分析，这样就能在别人怀疑的时候更早一步看到黄金机会。小米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同一个逻辑。当市场低估优质资产，而宏观环境开始改变，机会往往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大。这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朋友问，七怕怕，你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巴菲特都卖比亚迪了，腾讯、阿里巴巴这些龙头股之前也涨了不少，港股真的还有机会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核心点，风险和机会永远是相对的。根据数据，当前恒生指数的市盈率大约只有13倍左右，在全球主要股票市场中几乎是最低的。与此同时，很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优质企业，他们的商业模式、行业地位和长期盈利能力并没有因为过去几年的股价下跌而消失，他们的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正因为港股在过去几年经历了深度的调整，它的风险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泡沫被挤压得非常干净。当全球的资金环境开始从紧缩转向宽松，也就是降息，这些被严重低估的优质资产，其价值回归的空间反而可能是最大的。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逆向投资的精髓。就像我在市场对腾讯最悲观的时候选择了加仓一样，我看重的是在监管风暴过后，它的核心业务护城河依然稳固。当市场情绪从极度的悲观中开始修复，叠加全球流动性的改善，这些优质资产的反弹力度往往会非常惊人。讲完了机会，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每一个投资都是有风险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政策急转弯、经济衰退、地缘政治之外，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估值泡沫。降息的环境下，市场情绪很容易过度乐观，把一些行业、一些股票的估值推到完全不合理的位置。当牛市的派对音乐停止，市场情绪转向的时候，这些估值过高的股票调整幅度就会非常大。我自己就经历过2000年的科网泡沫，当时大家其实都知道估值太高了，但每个人都心存侥幸，以为自己能跑得掉，结果泡沫一破就输个清光。所以面对这些风险，我们不会去预测它们什么时候发生，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会做的是去管理风险，风险管理的重点不是把风险消除，而是要确保即便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你也还能承受得起。怎么做呢？分散投资，分批建仓，保留现金，持续学习，这些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所以市场中能赚大钱的投资者是少部分人。好了，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从巴菲特清仓比亚迪和美联储降息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市场信号出发，深入剖析了背后的投资逻辑。希望你能记住几个关键点。第一，顶级投资者的决策是多维度的，不要被单一的市场新闻所迷惑。巴菲特的卖出是基于获利了结、风险控制和对行业周期的综合判断。第二，投资最大的敌人是偏见，无论是盲目乐观还是极度悲观，都会让你错失良机。要学会用客观的研究代替主观的情绪。第三，降息的效果往往被高估，但对于处于估值洼地的港股来说，这次降息周期可能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第四，具体的投资机会主要集中在2类，对利率敏感的行业和受益于美元走弱的行业。但无论选择哪一类，都要做好充分的研究和风险管理。正如投资大师邓普顿所说，牛市诞生于悲观之中，成长于怀疑之中，成熟于乐观之中，最终在狂热中死亡。在我看来，当前的港股市场正处于成长于怀疑，还没到狂热的绝佳阶段。这往往是布局未来的最好时机。与其每天被市场的各种杂音干扰，追涨杀跌，不如静下心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能够穿越牛熊周期的投资系统。在过去30多年的投资生涯中，
我经历了数次牛熊转换，也曾在早期2次输光本金，最终才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选股5部曲系统。这套系统不仅帮助我实现了财务自由，也帮助了我的许多学生在复杂的市场中找到了长期安心、超级盈利的道路。选股5部曲的第1步是看准股市牛熊周期，我会给你几个最重要的可以量化的方法，来决定现在股市到底到了哪一个阶段。如果你也想知道美股到底在哪里，港股在哪里，台股、马股，这套方法可以帮助你看懂全球股市。如果你也想系统性的学习如何像顶级投资者那样思考，如何在别人恐惧时发现黄金，在别人贪婪时保持冷静，而不是等市场已经狂热时才后知后觉的去追高，我诚意邀请你点击下方资讯栏的链接来了解更多关于我的课程。如果你也想跟我每个星期5一起学习，并且在全球股市和不同行业中寻找投资机会，欢迎加入 GMT 会员计划，让我们一起用生意人的眼光去把握真正属于我们的投资机会。在此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巴菲特清仓比亚迪对市场意味着什么？在降息周期下，你最看好哪个板块的机会？你的留言我都会认真看，也会尽量回复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务必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影片再见。